Hello，大家好，我是老 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套件介绍、键帽的对比和上轴表现。如果想看标题中的内容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到第2个部分，帮大家节省时间。首先来开箱一下这个火星制药的 CK210 小 Pad。对于这种小 Pad，我自己的使用场景中其实占比是蛮小的。最常见的使用方法就是配合不带数值区的小键盘，为游戏键盘拓展一定的办公属性。在想打游戏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拿开，给鼠标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在我这段时间的使用中我个人是更倾向于把它放在我的左手边，把游戏中一些多余的道具按键绑定过去。一方面解放了鼠标的侧键工作中也可以通过驱动来定义一些红按键。这么一想，这种小派的使用场景还是蛮宽泛的，是吧？先让大家省个流这个派的价格是369块钱，因为是同一个系列。CK210 的整体外观还是延续了 CK 这个系列一贯的卷轴设计，阳极氧化的质感对比我现在的 CK650 是要稍微偏亮一些的。底部的倒角细看会更加的柔和，没有650这么凌厉。从 CNC 的处理风格上，整体是更接近 CK820 的。内部的配置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定位板从650/820的 PC 定换成了一块单键开槽的玻纤定位板，形变会更加的明显。其他的地方依旧是满配全套的破路棉填充。底下这块电池容量是1500毫安时对这种小配列的键盘也算是够用了，估计续航能有个1个月左右。键帽的话，我用的是曼卡外设勇士 MK2本身这套键帽我是近期打算搭配天马座那个团长开的 PC65 套件结果说好年前发货，又搁到元宵，拖到现在也没有发货太能割了。不过没关系这里正好和大家说一下这个500-600块钱的热升华键帽和79块钱的热升华键帽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个人也是第一次用这么贵的热升华键帽之前接触的更多像 Domiki 那样的 ABS 20成型，正好我手边又有一套79块钱可以买到的热升华，这2套键帽的差价基本上就是5-6倍了。在咨询了一些专业人士之后，总结了一下，还是主要从键帽的调色和素材2个大类入手其中调色也包括键帽的颜色正不正、字符有没有印歪、印刷精度，还有侧面有没有拉白这几个方面。其中有没有印歪，还有印刷精度这2个点，大家基本都可以看出来。具体就是在这种细小字符周围有没有发糊的情况。在微距镜头之下，可以看到国王排名这套键帽在黑色的小字周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发糊的情况的。MK2 这边的话就做得非常干净了。至于键帽的拉白，指的就是在5面热升华印刷中，边缘的颜色和正面的不太一致的情况。像这个波奇键帽，它的边缘上半部分的红色是要比下半部分更深一些的，可能相机拍不太出来，但是肉眼看的还是挺明显的。MK2 这边做的就非常好了，5面的每一个面颜色都是高度统一，而且发色也特别均匀。至于颜色正不正这个问题就很好解释了。说白了就是黑的地方能不能压下去，显眼的地方能不能提上来。这里就拿这个塔克来举例，卡克本身的话是一个黑色的角色但反映到键帽上，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略带灰色，甚至还透露出一点素材本色的蓝色。反观 MK2 这边红色的地方足够鲜艳，黑色的地方也能压下去，整体的色彩饱和度和对比度也是非常高。这也是一套键帽能不能一下子抓住消费者眼球的关键。说完了调色来看到键帽的素材本身。PPT 键帽虽然叫 PPT 但实际都不是纯 PPT。我们听到的纯 PPT 键帽纯度一般是指90%以上的键帽其中键帽除了 PPT 肯定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材质比如说遮光粉或者玻璃纤维。可以说材料方面直接反映在手感上，就是 PPT 的含量越高，手感就会越细腻，遮光粉加的越多，手感就会越粗糙，但相对的遮光性就会好一点反映到这2套键帽上，就是国王排名这套键帽的遮光性会比 MK2 更好，但是手感就没有 MK2 这么丝滑了。至于其他的细节方面这些大家都可以直接的看出来，2套键帽在边缘的处理上差距还是蛮大的。最后我觉得这5-6倍的差价更多是反映在它们的颜色上。当然国王排名这套键帽也是非常优秀毕竟只要79块钱能做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高性价比的一套键帽了。
搭配这个 CK210，我选的轴体是马仔外饰开团的一款奶豆骑士轴，他们家之前开团的黄环轴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款奶豆轴在轴心材料上用的是 POK 轴心 LY 上改加上 PON 底壳虚化代工，这个材质的组合还是蛮少见的。38个触发，46个触底，是一个较轻压力的轴体。PON 底壳加上 POK 的轴心在保持一个比较密集的触底手感同时，也能保证一个非常不错的顺滑度。内部的导轨位置有白色纸窗润滑，这个轴和之前的黄环轴是有点类似的，刚到手的时候有点沙，多用了一下，把油抹开了就变滑了，甚至顶部还会有一定的溢出。视频最后就给大家来一段套件的打字音试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